为了复活家乡失传的云锦流光织造技术，我卖掉祖宅，建起一座现代化工坊。我找到村里仅剩的10几位师娘，开出2万月薪，请他们出山带徒，可换来的是织机被连夜锁死，是堵着门戳着我鼻子的唾骂。一件云锦衬衫你卖2万，才给我们2万月薪，当我们是要饭的？今天不把月薪涨到6万，你一根丝都别想从这屋里拿走。好，算你识相，赶紧重新签合同，先把这个月的6万块付了。小周，启动备用方案。行动吧。沈燕，你叫这么多人来想干什么？你还想打人不成？你们不是觉得我赚了你们的血汗钱吗？你们不是觉得这云锦织出来就能卖38万一件吗？那我不学了。云锦流光的核心技艺挑花结本，你们每个人只掌握一个片段。七姑婆，你会起头，但不会锁尾；三婶婆，你会锁尾，但不会配色；五姑婆，你会配色，但不会打底。没有我整合复原，你们手里的碎片连一件完整的龙袍都拼不出来。20-30年前那场变故，完整的谱子全烧光了，你们每个人只记住了自己会的那一段。而且这项技艺已经断代30年，你们是最后一批见过完整织法的人，但平均年龄已经63了。再过5年，你们自己就连织机都踩不动了。把锁缴了，织机全部拆走。他真走了。沈总，聋哑学校那边张校长回消息了，说随时欢迎我们去考察。阿燕，那织了半截的料子怎么办啊？云锦用的金线银线，光成本就垫了好几万。跟我没关系。慌什么？他沈燕能复原，我们也能。他沈燕断了自家的根，有他回来求我们的时候，到时候就不是6万了，是60万。哎呀，是。走吧。沈总，机器都准备好了，您看。小猴子摔下来磕掉门牙，过年怎么吃糖？哎呦，甜掉牙。拆。各小组注意，开始行动。喂，张校长吗？我是沈燕。沈先生，您来了，路上好找吗？这个巷子不好找。张校长，打扰了，方便带我看看孩子们的教室吗？方便，就是条件不太好，您别见笑。走这边，小心台阶，这台阶第3节有点松。好吗？沈先生，我们这里的孩子大多来自贫困家庭，因为听不见说不出，被命运从起跑线上就推到了跑道最边缘。他们的未来狭窄的像一条夹缝，能选的出路掰着手指头就数完了。去福利工厂串珠，给人折包装盒，或者更差的，回家吃低包。
去年毕业那批有一个男孩资质特别好，画画拿过全省残疾人比赛金奖的。他的水粉画我到现在还挂在办公室墙上。最后去了纸箱厂粘胶带，1个月1200。他听不见走廊里的脚步声，不会抬头看热闹，外界的一切喧嚣都传不到他的世界里。而这正是复原云锦流光最需要的品质，极致的安静和极致的专注。就是这儿了。张校长，唉，七姑婆他们不要的泼天富贵，你们聋哑学校敢不敢接？这里是全校63个孩子的家庭情况表，每个孩子的父母职业、家庭年收入、名下有没有房产，这些正常表格里的常规项，在这里大片大片的空着。沈先生，我不求您全收，哪怕就一个，有一个孩子能跟着您学手艺，能有一条不一样的出路，我就知足了。张校长，我明天给您答复。张校长，沈先生，从现在起，全校63个孩子全收，除了一条，所有教学内容、课程设计和考核标准由我来定。沈总要招你们当学生了，大家一起谢谢他！谢谢！沈老师，我们听不见，真的能学会那么难的东西吗？听不见这个世界的杂音，恰恰是你最大的天赋。这个词教了10几年，从未用在这些孩子身上。不是可怜的，不是有缺陷的，而是天赋。小周，通知设计团队和工程师团队，明天全部到位。这个年轻人眼里没有多余的温情，只有一种近乎冷酷的笃定。不是同情，是决心；不是施舍，是投资；不是我来帮你们，是你们来帮我，我们一起赢。从今天起，我的团队入驻这所学校，我只有一个要求：听我的规矩，执行我的标准，不能有半点折扣。你们的张校长告诉我，你们比任何人都能吃苦，我希望你们证明给我看。现在，丑话说在前面。第一，所有学员必须接受3年的全封闭训练，从最基础的披丝染色开始，一步都不能跳过。披丝不够细就一直练披丝，练到合格为止。染色色差超了1个色度就重新来100遍也得来。第二，所有制造过程必须全程录像，并配合我安装的机电传感器采集手的发力数据。我要建立数字化的工艺数据库，这不是不信任你们，而是要用科技给手艺上双保险。第三，出师后签署最低5年的独家合作协议，年薪从20万起步，上不封顶。但5年内，任何人不准私自接活、私传技艺，一经发现，永久除名，并追究法律责任。我要做的是世界上最顶级的奢侈品牌，容不得半点山寨气。当年我太天真了，天真到以为人情可以当信用用，以为血缘可以拴住贪念。现在我明白了，在利益面前，最不值钱的就是我以为。与其等人变脸再收拾闲局，不如一开始就让规矩清清楚楚、铁板钉钉。如果有人觉得委屈，或者以后眼红品牌硬价想自己单发的，现在就说。我的车队马上就走，门还没锁，路还宽得很。但要是签了字，谁坏了规矩，我沈燕翻脸比翻书快。
都看见没有？这是沈先生给我们的通天大道，是让你们走出这扇校门时，可以昂着头，靠本事吃饭的金饭碗。3年封闭训练，你们怕不怕？年薪20万保底，一辈子都不用再看人脸色吃饭，你们要不要？好，那我张敏替沈先生把丑话说在前头，谁要是吃水忘了挖井人，坏了沈先生的规矩，不用沈先生开口，我张敏第一个不答应。你们面前的沈先生是被自己人在背后捅了刀子，才走到我们这里来的。我们不能让他再寒第2次心。签合同吧。这不是慈善，这是我想要的团队。干净的人织出来的布才是干净的布。这么早？你在问听不见真的能学会吗？听不见这个世界的杂音，恰恰是你最大的天赋。云锦流光需要的不只是眼睛和手，是一颗不被任何浮躁干扰的心。而这颗心，你们天生就有。6点40分食堂开早饭，别迟到。今天我在这学校待了14年，头一回看到全部学生一整天没人迟到，没人请假，没人说苦，连1年级那个掉了门牙的小丫头批丝批到手指发红都不肯放下。5家供应商的报价都回来了，实训耗材预算比预期低12%，3家供应商知道我们供应的是聋哑学校，主动让了利。那批让利的供应商全部优先签约。下一轮巴黎送审的打样面料从这批预算里重新调拨，加20%的品控投入。张校长，这里现在是这座城市最安静也最滚烫的地方了。我跟你们说，沈燕那小子不出3个月就得哭着回来求我。七姐，你说的对，他那几千万的工坊还戳在村口呢，机器搬走了，屋子搬不走，利息能咬死他。咱们的云锦挑花结本是老祖宗传下来的独门绝技，300年的手艺，他以为靠几个聋子哑巴能学会，天大的笑话。可是我听说他把市里聋哑学校的屋子都租下来了，还搬了好多新机器进去。机器能织出云锦？云锦靠的是人手上的功夫，是一根丝一根丝挑出来的。你们看我说的对吧？机器出来的东西跟抹布有什么区别？你等着看吧，不出3个月他就得回来磕头。七姑婆，不好了！我刚从镇上回来，听说沈燕在市里的聋哑学校真把工坊建起来了。我当初就说跟沈燕好好谈谈，2万块不少了。什么？他还请了清华美院的教授、故宫博物院的老专家，还有一群搞高科技的工程师，说叫什么机电传感器的。我在市里上班的表姐说的，真签了合同，名字叫云锦数字化工程，钱从省里的文化转资金里拨的。聋哑学校，那群连话都不会说的聋子哑巴，他脑子进水了吧？哼，虚张声势罢了。他越是折腾，越是说明他心里没底。真要是心里有底，犯得着请这么多救兵吗？那是心虚。我早就想好了对策，省城最大的非遗展下个月就开幕，
主办方答应给我们一个最好的展位，正中间，进门就是。我们几个老姐妹把自己压箱底的手艺都拿出来，现场表演云锦织造，让沈燕看看正统到底在谁手里，也让省里的领导、城里的专家都看看真正的云锦传人是谁。他能去巴黎，我们也能。到了下个月，让所有人都看看谁才是正统。第8通道校准完毕，信号噪声比降下来了，比上次稳定的多。这群孩子手太稳了。成人测试员练了3个月才有这个噪声比，他们练了3天。你说是天赋还是他们没杂念？沈总，这是小莫下午做标准挑花动作时数据，力度 1.2 牛，角度正偏35度，单次发力时间 0.6 秒，连续50次，边动不超过 0.05。就是练了5年的老职工，也不一定打得出来。挑花节本一共4段技法，起头的标准数据今天拿到了，锁尾、配色、打底，按这个进度全部攻克需要多久？如果所有学员都达到小莫这个水平，全部4段核心技法的标准数据8到10个月可以完成，然后进入打样阶段。谢谢，我会更努力。8个月够我们上巴黎。云锦啊，我年轻时候听我妈说过，说是给皇帝做龙袍的，了不得。今天可算见着真的了。您眼光好，这是正宗的云锦挑花节本织出来的，龙凤呈祥，整块料子没有一处接头。您摸摸这金线，真金捻的。大妈，您这不对啊！云锦讲究竹花异色，靠的是孔雀羽翠绒线跟金线交替，您这怎么一个颜色织到尾，一翻面就露馅了？我们这是简化的，现在都讲创新。他做纺织品外贸13年了，在东京国立博物馆见过真正的云锦，灯光都要控制色温。眼前这块简化版跟真品的差距，不是一句不够精细能概括的。阿姨，您这手帕的针脚这么粗，锁边还是机器锁的，怎么好意思卖800块？隔壁苏绣的双面3翼握手帕才卖300。你个小丫头懂什么？我们这是云锦非遗，国家认定的非遗，你懂吗？非遗也不能是粗制滥造的理由啊！非遗是荣誉，不是遮羞布。我当初就说跟沈燕好好谈谈，2万块不少了。收了，走。省城人浮躁，净认得那些花里胡哨的高科技，咱们回村再想办法。听说有个展位把明代织法数据复原了。我的天，这是在织布还是在开宇宙飞船？这谁还分得清是手艺还是艺术啊？太震撼了！别动！开展2小时，直播累计观看破300万，品牌官号涨粉8万，还在涨。5家时尚媒体的记者在排队等专访，其中2家是从巴黎飞过来的。让他们排，等下带他们看实样。冲沙邊餐台的回報，在邊轉跟我。
我研究云锦一辈子，见过最好的云锦就是故宫里那件万历皇帝的龙袍。这幅锦无论是配色构图还是织造密度，甚至在光泽的流动感上，比龙袍上的实物还要更加生动。沈先生，您的团队不是复原了一项技艺，是让一项死去的技艺活了过来，并且进化了。这幅锦，故宫博物院想收藏。郑老，您刚才说这辈子最大的遗憾是没有传人。故宫的展厅很大，给孩子们留个位置吧。沈总刚出来，全网热搜第7，还在往上窜。Les mains de ces artisans sont touchées par Dieu。沈先生，你的工匠是真正的艺术家。巴黎等这一天等了很久，全部，明年全部高定产量，我预定全部，不是一部分，不是优先采购权，全部。全包了。Mr. Pierre, thank you for your trust。小周，通知设计团队，所有明年巴黎的成衣版型全部按小莫他们的手法数据重新打扮，一帧都不许差。心上会蒸发吗？要是您自由，不在心里住寂寞，借我。沈总，实时热搜。第一，现在是故宫收藏聋哑工匠云锦；第三是巴黎高定会全包流光明年产量，2条中间夹着一条某顶流塌房排第2，我们双杀了。走，回学校啊。都怪现在的人太浮躁，净认的那些花里胡哨的高科技，那个大屏幕晃得人眼睛疼，谁还看我们这老手艺？省城人懂什么？就是我们那些料子，金线是真金，丝是真丝，对，就是哪像他们那些机仿的，看着好看，洗一水就掉色。那个老专家肯定是沈燕花钱请来的托儿，什么故宫博物院，我看就是花钱买的牌子，现在什么不能买？对对对，肯定是假的。他那几个聋子哑巴练了1年就能织出明代官造水平，骗鬼呢！我在机房做了40年才学会起头，那几个哑巴40天就能学会，怎么可能？别跟我说当初是个陷阱。他沈燕2万块就想买断我们一辈子的手艺，跟200钱1米卖给中间商有什么区别？他沈燕靠那些聋子哑巴能行，凭什么我们这些正统传人不行？聋哑学校出来的都能上头条，我们做了50、60年手艺的反而成了假的。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？他上巴黎时装周，我们也上。我们凑钱找最好的人，把我们所有的存货都做成成衣，直接办秀。他沈燕能花钱买路，我们也能。对，七姐说的对，我们凑钱，我们自己办秀。谁说老手艺就得饿死？咱们也上巴黎！对，让沈燕看看谁才是正统。咱们也上电视，到时候看谁更风光。这是我压了30年箱底的5万，给棺材本也堵上了。老头子走的时候留给我的，能卖2万8，
加上存折里的凑4万。我跟出嫁的闺女借了3万，她没说啥，就说让我悠着点儿。这是我一辈子的棺材本儿，8万。来，我带头，我们上巴黎时装周，让沈燕看看我们的厉害。她沈燕做的是云锦高定，我们也做，把最好的料子裁开，做西装，做连衣裙，做短外套，让那些看不上我们的人都瞧瞧，谁才是正统。更渴望未來，以往這少年懂愛嗎？彷彿成長會進化嗎？也信你是我就是左邊再高一點，對，再高，要跟巴黎時裝周那個秀場一樣。我讓阿輝在網上找了巴黎時裝周的走秀視頻，人家的背景就這樣的，乾淨氣派，明白不？咱們不能比沈燕的差。對，巴黎那種，我看了視頻，人家的燈光是從天頂上打下來的，柱子全包成白色，咱們這彩條布也是白的底子，差不多。奶，这照片传单位置歪了，要不我重新排一版？不用，歪就歪，咱们这是非遗，非遗讲的是手艺，又不是排版，能看就行。他们不知道，云锦的纹样是通经断纬一体织成的，裁开的瞬间就毁了。30年前那场变故烧掉了完整的谱本，也烧掉了这颗最关键的常识。我总觉得这云锦以前好像是不能剪的，那是老规矩，现在都讲创新该解构。沈燕那帮人用电脑建模就叫创新，我们裁一刀就叫糟蹋。剪，按纸样全裁了。曾經縱飛誰從並望來看上次，而誰停下傾我們。阿輝，開場放音樂，就是網上搜的那個巴黎時裝週的開場曲，放。这穿的是个啥？那袖子上一半龙一半凤的，是摔了跤还是本来就这么裁的？大妈，云锦我是不懂，但你们这布剪坏了，怪可惜的。发网上给他们看看。姑婆，你让我在网上搜那个秀场的视频，上热门了。上热门，好事儿啊，出大名了！快念念评论，看看城里人怎么夸咱们的。这是在干嘛？后面加了一串捂脸笑的表情。捂脸笑，那就是夸咱们秀场好玩儿。还有云锦我是不懂，但这配色是直接用油漆桶泼的吗？这条8000赞，一个真敢做，一群真敢穿，这条上万赞。说好的复古呢？复的是乡镇企业局文艺环演的古吗？他们懂什么？一群没文化的。云锦本来就是这个配色，这叫古法，古法懂不懂？我把闺女借我的嫁妆钱都打进去了，怎么办啊？删了！
阿辉，你把这些东西全给我删了，删了！删不掉的，好多号都在转，评论越删越多。现在又出了一条新的，求求你们放过云锦，也放过我们的眼睛。这条10分钟就3万点赞了。哼，网上那都是沈燕雇的水军，他那帮公关公司天天在网上删黑帖，给自己贴金，这就是花钱来踩我们的。你们别慌，我自有办法。完了，镇上布店的刘老板说了，以后不收我们的料子了。他说现在市面上全是沈燕那边出来的机纺布，1米只要280，花纹配色跟故宫里那件龙袍1毫都不差，人家还有质检标。不可能，我那个龙凤呈祥，光是金线成本就花了我2万8，就算他用化纤金线，280也做不出来，除非他一口气织了几千米，把成本摊薄到每1米上。几千米，谁买得下这么多？人家就是买得下。刘老板说沈燕把织造数据全部数字化了，小莫他们挑花的手法、力度、角度全部转成数控程序，一台机子一天能织30米。我们一台机子1年才织多少？3米都不到。人家是标准化流水线，我们是一根丝一根丝来，这不是一个赛道的。吴姐，你把你手里那匹万字纹跟人家280的比过没有？左边是五姑婆带回的机纺布，右边是陈家阿婆31年前手织的同款万字纹。七姑婆伸出右手指尖，先落机纺布，触感滑腻，然后移到右边的残片上，没有说话。三婶婆把桌上那块残片仔细叠好，放进身边那口老木箱里。陈家阿婆站在人群里，盯着墙角那堆被剪烂的云锦残片发呆。吆喝声飘进堂屋，在沉默中回荡，但没有人动。他们知道，以前收废布的还愿意当老粗布卖，现在连个贩子都开始挑三拣四。林家奶奶走的时候，把机纺布也揣走了。五姑婆轻轻把门带上，只剩七姑婆一人。她拿起布料，对着灯看了很久，又收了起来。重新出發嗎？更渴望未來，讓這少年懂愛嗎？彷彿不夠，成長會進化嗎？也信你就有。我愛這少年諷刺我這花海。這花海。师傅，你快看！巧，手巧，我学了8年才知道这个密度，你4年就出来了。这块料子够给皇后做件褂子了。云锦，你也老了。你们看新闻没有？沈燕那个公司流光上个月估值突破50个亿了，50个亿！他那个聋哑学校出来的小哑巴，现在年薪100万，100万！我妈呢？我妈做了50年云锦，现在连看病的钱都要找我凑，这叫什么事儿？当初是谁拍着胸脯说沈燕不出3个月就回来求我们？人呢？人家现在上了巴黎时装周，上了 Vogue 封面。我们呢？
我们上了什么？上了短视频的搞笑合集。我儿子在学校被人拿那个穿云锦的眼膜视频笑话，回来哭了一晚上。众人激愤，只有三婶婆坐在井沿上，一直没有说话。走，去七姑婆家讨个说法。60万不是小数目，不是欠我一家，是欠在座所有人的。七姑婆家门从里面拴着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。明天再来吧。七姑婆缩在床上，她在被吓得发抖。屋内无灯，只有窗外旧报纸破洞透入些许月光。沈夜，七姑婆把发霉的料子一件一件叠好，又放回去，像是在跟那些料子告别。她从床底下拖出袋子，用剪刀把拉链剪掉，掏出那条从非遗展回来之后做的横幅。五妹，去不去？反正也没什么可输的了，去不去？我去。我那块龙凤呈祥的料子，光成本就压了5万多，不去也是烂在箱子里。我这就去。成長會進化嗎？有生命自由，我會這少年諷刺嗎？這花婆婆病卧转肺炎，去不了。进城，120，一个人头。东西放后面，后排能叠4个，多出来那个坐副驾。阿燕啊，七姑婆知道错了，是我们猪油忘了心，是我们对不住你，求你看在咱们同个祖宗的份上拉我们一把吧。你爷爷跟我那是他亲堂兄妹。阿健，你把那些料子收了吧，哪怕10块钱1米也行啊。再放下去就全烂了，全让虫子咬光了，那可都是真正的云锦啊。我们这非营还看着自家的根烂在地里。沈总，这次的舆情数据涨得很快，您看一下。沈总，楼下来了一群老人，自称是您老家的长辈，说是有急事要见您，怎么劝都不走，非要躺着。目前来了大约20人，领头那个老太太一直在喊，说您是她看着长大的，不能忘本。有几家媒体已经闻风赶来了，长枪短炮架了一片，还有3、4个主播在做现场直播，热搜已经上了。非遗大师跪求男总裁，空降第5，还在往上冲，直播镜头对着呢，弹幕已经在刷了。要不要紧急启动舆情预案？不用，让他们躺。通知法务部和品牌部，
5分钟后，楼下广场召开现场发布会，所有媒体都在是吧？正好省了场地费。是。心中這一海映住善的愛火，可燒上。结果这个事情原来是这样的。还我血汗钱！七姑婆知道错了，是我们老糊涂了，不知道你建工坊花了那么多钱，求你看在同一个祖宗的份上拉我们一把吧！你摸摸这料子多厚实，你收回去，就算不用，当个麻布用着也好啊！沈燕出来了，在这里，我要给他们以及全网关心这件事的朋友们一个正式的答复：我不收，收不了，更不配收。为什么不收？阿健，你公司的广告词不是说让非遗新生吗？我们就是非遗呀！我从小就在学这门手艺，一辈子只做了这一件事。你救非遗就是救我们，你不能见死不救啊！2年前，我用卖掉祖宅的全部身家，在家乡建起第1座工坊时，心里装的确实是想让这项技艺新生的梦。那时候我每天睡不到4个小时，跑断了腿，磨破了嘴，把一个铜板掰成2半画，就想着等工坊建成了，把你们请进来，按部就班的教徒弟，我给你们养老送终，你们把手艺传给下一代。可那天，你们用铁链锁住织机，堵着我的门，戳着我的鼻子，骂我黑心，骂我吸血鬼的时候，你们想过技艺新生这4个字吗？当你们坐地起价，坐吃等死，把我逼得无路可走时，你们心里装着的是这门技艺，还是你们自己的养老钱？你们但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句公道话，还会今天坐在这里吗？流光选用的生丝是经过66道工序手工批出的顶级5丝，细度月差不超过 0.1 丹尼尔。目前全球只有3个桑蚕基地能稳定供应。你们是想让我用这些霉菌严重超标、丝3断裂超过允许值、虫卵遍布经文的废料，去糊弄巴黎高定工会1年2次的最严格品靠审查？是想让我价值50亿的品牌跟着你们那堆破布一起钉在全行业的耻辱柱上，永世不得返身吗？借今天这个机会，我宣布2件事：第一，由流光联合故宫博物院、清华美院共同制定的《当代中国云锦分级标准白皮书》今日正式发布。今后所有声称使用云锦工艺的纺织品，都必须依据该标准进行分级认证。未来，什么是传世之作，什么是普通商品，将有一整套科学的数字化的评价体系。品质说了算，数据说了算，手艺说了算，情怀不再卖钱。第2件事，为了纪念这项技艺真正的重生，我决定以这位第一个织出完整云锦流光的聋哑少年小莫的名字，设立莫慈善信托基金。本基金首期注资发达地区残障儿童的非遗技能教育和就业保障。从明年起，流光逐年在各省甄选合作工坊，优先在偏远地区建立实训基地，5险1金齐全，收入上不封顶。那原本是我们的。小莫，有些人，有些记忆，烂在时间里，也许才是他们最好的归宿。